欢迎收看快乐故事会，精彩故事现在开始。你说找谁？陈琪琪。听我说出七七的名字，前台小妹妹诧异地打量了我一眼，看到我身上的病号服，她脸色越发古怪，还带着几分惊恐。我连忙冲她笑了笑，以示友好。她应该在开会吧？没事，我可以坐这儿等她。小姐，你搞错了吧？前台小妹妹面露为难。陈琪琪她怎么了？她2个多月前出意外死了呀。你说什么？我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没睡醒，仍然被困在那场噩梦里。可是耳边清晰的声音却一再提醒着我，陈琪琪那事儿都过了好久了，怎么还有人跑到这儿来找她呀？这大晚上的，真是瘆人。嗨，小姐，我们要下班了，你还是快点回去吧。我越来越听不清旁边的人在说些什么了，脑袋里一阵嗡嗡作响，眼前又开始天旋地转，险些一头栽在地上。幸亏刚才的前台小妹妹及时拉住了我，她有些紧张地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小姐，你没事吧？需不需要帮你叫救护车呀？没事，不用，谢谢你。我艰难地开口向她道了句谢，仓皇地逃出了那幢大楼。街上的冷风一阵一阵吹进我的骨头里，接近零下的气温，我身上这件薄薄的病号服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保暖的作用。可呼啸的冷风也没能让我的思绪变得更加清醒。我蜷缩在街边一棵大树下，脑子里乱糟糟的，像一团打了死结的毛线球。我耳边不停地回响着刚才前台说的那句话：陈琪琪她2个多月前出意外死了。陈琪琪出意外死了，出意外死了，七七死了。我抬起手，猛地在脑袋上重重砸了几下，沉闷的疼痛感再次证实了这不是在做梦。可是，如果七七真的在2个多月前出事死了，那今天还在给我发微信的人是谁？而且，陈飞扬上次明明还说七七就跟他在一起，不，这不可能，一定是那个前台弄错了。也许他说的只是和七七同名同姓的人呢？我无助地抓着自己乱成一团的头发，拼命想要为这些事情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不管我怎么安慰自己，还是无济于事。而最可怕的是，我忽然意识到，一旦这个噩耗是真的，那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便都可以解释得通了。东宁墓园。我抬头看着石牌坊上的4个大字，心里一阵发怵。上次在行车记录仪的录像里看到这个招牌的时候，我就觉得阴森森的，没想到实物比录像更吓人了。此时天已经全黑了，夜黑风高的大晚上，我一个人站在墓园门口，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进去。刚才我脑袋一热，打车来到了这里，一门心思只想着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那天新川带着花来探望的，究竟是不是七七？答案就在这扇大门里。可是当我真的站到了这里，我却又怂了。谁都知道我胆子小，还不如一个指甲盖儿那么大。要我半夜3更勇闯墓园，实在是太难为我了。一阵风吹来，我拢了拢身上的衣衫，显然没什么用。冷风刺骨，催着我要么大胆进去，要么转身离开。我左思右想，最后咬了咬牙，硬着头皮往里冲了进去。一排排的墓碑整整齐齐地立着，仿佛无数孤独的灵魂正站在那儿打量着我。我只往上走了2步，就感觉背后一阵冷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断在心里默念，给自己找些安慰。我仔细地查看那些墓碑，寻找着七七的名字。然而那些墓碑上都贴着逝者的遗照。我看得越多，越觉得照片上的那些人好像都在不满地瞪着我，责怪我打扰了他们的宁静。这对我弱小的心灵简直是万伤暴击。还没走过2排，我就被吓得2腿发软，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站在原地深呼吸了一口，尽力安慰着自己，整理着乱糟糟的心绪。这时我脑子里一激灵，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距离新川来的那天还没过多久，他带来的花很可能还没被收走，所以只要找到哪个墓碑前放着那束花，就能知道他到底是来祭拜谁了。
这不比一个一个地毯式搜索来得快多了？说干就干。我再次鼓起勇气，用手机打起电筒照亮，边往上走边扫视四周，寻找着新川带来的那束白菊。可是，正当我聚精会神找白菊的时候，我一抬眼，竟然瞄到了一个人影。妈呀！大晚上在墓园这种地方看到人影，无异于恐怖片贴脸杀，吓得我差点把手机都给扔了出去。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转身想跑，可一时腿软的动都动不了，眼眶里一下就掉下了眼泪，就差没尿裤子了。我根本不敢抬头再看那人影第二眼，一颗心七上八下咚咚作响。而那人影似乎也被我吓了一跳，隔着几米远，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嘶了一下，倒吸一口凉气。等等，这声音怎么好像有点耳熟？我愣了一下，壮起胆子抬头又瞄了一眼，那人影他居然朝我走了过来。江安，你怎么在这儿？陈飞扬。我是怎么也没想到，大晚上逛个墓园竟然还能遇上熟人。看清楚陈飞扬的脸，我倏地松了口气，可随即又警惕地绷紧了神经。陈飞扬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狐疑地看着他，心里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发问。而他仿佛猜到了我的心思似的，抢先一步说道：“最近我家里有个长辈过世了，我过来拜一拜。”这么晚？刚跟一个客户开完会，这2天比较忙，中午为去了医院看你，都没来得及吃饭。陈飞扬笑着解释。乍听之下，他说的这些话天衣无缝，根本找不出什么破绽。可惜，经过新川的事情后，我对男人说谎的本事早就有了新的认识。信什么也别信男人这张嘴，要是直觉告诉自己有问题，那就一定有问题。江安，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墓园？你穿的这是医院的衣服。陈飞扬出声打断我的思绪，同时人已经走到了我面前。他看我穿的这么少，皱了下眉头，把大衣脱下来披到了我肩上。我连忙婉拒：“不用不用，穿着吧。你还是个病人，身体虚，可别再感冒了。”陈飞扬执意帮我披好大衣，还扣上了2颗扣子，生怕我会趁他不注意再脱了还他。我确实早就冷得打颤，便也不再拒绝他的好意。我拉了拉衣衫，一边若有所思地往他刚才过来的方向看去。他又一次问我：“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一个人来这儿了？新川呢？”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借口解释我大晚上穿着病号服一个人跑来墓园这件事。见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陈飞扬一副懂了的表情：“你和他又吵架了？”我连忙借坡下驴，还是之前那破事，吵了一架就跑出来了。说完，我想了想，又补了一句：“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出事后就葬在这儿。今天不知道怎么的，就想来看看他。”说话时，我死死盯着陈飞扬的脸，想看看他会是什么表情。陈飞扬抿了抿嘴，眼眸低垂，避开我的视线，似乎在逃避什么。气氛凝固了片刻。陈飞扬话锋一转，打破尴尬的沉默：“你应该没开车来吧？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不用，我还没。”我本想婉拒陈飞扬，直觉告诉我，他今晚这样巧合地出现在这里，肯定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我想先支走他，再在墓园里仔细找找。可我回绝的话才刚说出口，攥在手里的手机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拿起手机一看，我顿时傻眼了。来电：七七。我之所以相信七七可能真的出事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已经好久没听到七七的声音了。七七是个不太勤快的人，能发语音条说明白的事，他绝不多打一个字。我今天翻了翻最近几天的聊天记录，没有语音条，没有通话，没有视频，这太不像他了。虽然他这些天发来的那些消息，无论标点符号还是表情包，都是他以前常用的，但我还是觉得不对劲。然而，就在我越发肯定他真的出了事时，我却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看着七七2个字在手机上不安分地闪烁着，我一时不知所措。陈飞扬还站在我旁边，他一眼就能看到我的手机屏幕。见我迟迟没动作，
他还好心提醒了一句：“江安，怎么不接电话？”我没得选，只能赶紧把手机放到耳边。下一秒，听筒里传来七七那熟悉的大嗓门：“喂，安安，你在哪呢？”我在。我一时语塞，总不能实话跟人说我在找你的墓吧？电话那头也没追问，继续说：“我快气疯了，那沙比领导天天让加班开会，这都快10点了，我连口饭都还没吃上。你现在还在医院吧？要不我带点吃的来找你聊会儿呗？”现在我看了看陈飞扬，犹豫片刻后反问：“你在哪？我来找你。”啊？你现在能出院吗？没事，你给我发个定位吧。我有太多问题想找七七问清楚了。虽然之前那个前台小妹妹说的话还是让我心里发毛，可刚才在电话里的那确实就是七七的声音。我实在是没理由不相信她还活得好好的。事到如今，我根本顾不上其他，一切只有等见到她再说。挂了电话，七七很快给我发来一个餐厅的定位。我看了下，那地方就在他公司附近。于是我只好又厚着脸皮问陈飞扬：“那个方便的话，能顺路捎我回市区吗？”坐在陈飞扬的车上，我一直心事重重。陈飞扬看我脸色不好，主动找话题跟我聊了几句。吹着空调的暖风，我紧张了一夜的心情渐渐放松了下来，终于扯着嘴角笑了笑。可是就在这时，车子突然一个急刹，差点让我脑门磕到前挡风玻璃上。什么情况？我定睛往前一看，只见一辆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车正好好挡在了陈飞扬的车前面。看这样子，应该是刚才往后面超车上来，故意把我们别停的。我再定睛一看，那辆车怎么这么眼熟？新川，看清楚车牌号，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是新川的车。在我开口的同时，新川已经脸色阴沉的下车，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不知为何，看到他那森冷的神色，我下意识立刻锁死了车门。下一秒，只听咔咔2声，他没能打开车门。我声音有些紧张颤抖，着急地冲着陈飞扬喊：“千万别给他开门！你们这至于吗？”陈飞扬看了看车窗外气势汹汹的新川，又看了看我，两手一摊。新川看我不肯开门，皱着眉敲了2下车窗，扣。在这寂静的荒郊野外，这2下仿佛铁锤一样，狠狠敲在我耳膜上，叫我一身冷汗。我没有回应他，脑子里乱糟糟地思考着目前的局面。看新川这来者不善的架势，肯定是因为回家之后发现我找到了他藏在杂物间里的那些信。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能找到我？还有昨晚，他为什么能在我遇险的时候及时出现在那条胡同里？难道他在我的手机里装了追踪器？想到这些，再看看一窗之隔的新川，我几乎吓得手脚发软。那张我从前百看不厌的脸，如今仿佛变成了厉鬼的模样。我一时慌张无措，脑子里唯一能想到的念头就是报警求救。可正当我拿起电话准备报警的时候，另一个人从新川的车上走了下来。看到张云新从新川车上下来的时候，我脑子里嗡的一下，懵了。新川现在居然都已经明目张胆把他带在身边了，连藏都不打算再藏一下了。看来他这回恐怕是真的想让他取我而代之了。我本就激动的情绪越发悲愤交杂，眼泪不受控的刷刷往下掉，身体不由自主的发颤。我看到张云新快步朝新川走过来，他们2人就在我眼前咫尺之遥。隔着车门，我只能看到他们焦急的在交谈着，却听不清他们说话的内容。我隐约能听到几个模糊的字眼，让他下车，不知道他跟他说什么了，万一他知道就麻烦了。这时，只见张云新指了指手机，又对新川说了句什么。新川听后，连忙拿起手机点了几下，随即我的手机响了。我犹豫片刻，接起电话放在耳边听着。电话里传来新川紧张着急的声音：“安安，你快下车，快把门打开！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害怕地冲着手机大吼，眼睛死死盯着车门外的新川。新川急切地皱紧眉头：“
安安，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误会，但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下车。你听我说，陈飞扬这个人很危险，你不能跟他待在一起。”听到辛川的话，我倏地一怔，下意识地回头看了驾驶座上的陈飞扬一眼。陈飞扬似笑非笑地抿了抿嘴，做了个摊手的姿势。我这才意识到车里太过安静，辛川在电话里的声音早就从我耳边漏了出去，被陈飞扬听得一清二楚。我心里顿时一阵发怵。其实我也清楚，辛川固然来者不善，可陈飞扬估计也没安神妖好心。我还记得今天在医院的时候，辛川故意把陈飞扬带到病房外面说了那些话。很显然，在他那个可怕的谎言里，也有陈飞扬的一份。只不过眼下，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这出戏中各自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更不知道现在自己应该怎么做。前有狼，后有虎，进退都是死路。我始终犹豫不决，攥着手机一言不发，这让辛川越发心急。他又在电话里焦急地催促道：“安安，我求求你，你下车好不好？你不是有很多事想问我，想让我给你解释吗？我答应你，我全都解释给你听，只要你下车跟我回家，好不好？”听着辛川在电话里一再恳求，我心里反而越发害怕，更不敢下车了。瞒了这么久，死活都不肯跟我解释的事，现在却这么容易就松口了，一听就是骗我下车的借口。况且张云欣还站在辛川旁边，他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辛川前不久还往我喝的水里下药，想要害我的事实。我咬了咬嘴唇，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厉声质问辛川：“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在这里？”如果辛川真的在我手机里装了追踪器，就算我现在再想办法逃走，也是无济于事。他总会再找到我，必须把这事弄清楚才行。我暗自想着。然而，只听辛川在电话里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忘了，你在打车软件上把我设置成了紧急联系人，只要你叫了车，我就会收到行程分享的提醒。”行程分享？辛川一句话就让我傻了眼。我愣了愣，仔细回想，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所以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追踪器，是我自己傻呵呵把这茬忘了。哦，难怪那天辛川能及时赶到 KTV 附近的胡同里救我。那天我也是在手机上叫的车。我一时语塞，感觉多少有点丢人。我没再接话，立刻把手机放下来，果断取消了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设置。但我还是没敢下车。这荒郊野外的，我现在要是下了车，根本没办法自己回到市区。更何况辛川和张云欣还在外面虎视眈眈，我再次陷入了两难。现在辛川能找到我这件事情算是说得通了，可陈飞扬呢？他又是怎么会知道我在哪的？要我相信我今晚在墓园遇到陈飞扬只是个巧合，除非我是个傻子。本来今天我就一直都没想明白一件事，陈飞扬中午是怎么找到我住在哪家医院的。看辛川对陈飞扬这苦大仇深的样子，他肯定不会主动把这事告诉陈飞扬。而我出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更不可能梦游给陈飞扬发消息吧。这件事始终让我耿耿于怀，直到晚上在墓园再次遇到陈飞扬，我才终于可以肯定他一定有问题。毕竟正常人谁会没事大半夜跑到墓园来？除了我心里越想越乱，太多的问题塞在脑子里解释不清。电话里辛川还是不停地催促着让我下车，说陈飞扬图谋不轨，跟他在一起我会有危险。他越是这么说，我心里越是慌得不行。见我一直不下车，张云欣似乎有些没耐心了。只见他忽然从辛川手里抢过手机，对我说道：“江安，我和辛川之间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一直都误会他了。还有，上次你在辛川身上找到那种药，那就是我们团队研发的。我向你保证，那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他不可能害你的。”张云欣一字一句信誓旦旦，隔着车窗，我能看到他脸上严肃认真的神情。可真是差点就把我骗过去了。
搞笑！我又不是3岁小孩，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他说的话？上次我可是亲眼看到他和新川前后脚进了同一家酒店，难不成新川大下午放着工作不管，是为了去酒店找他打扑克吗？我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见我根本没有任何反应，电话里张云新紧接着又说：“我知道你现在不相信我很正常，这样吧，你先下车，我把那药的研究报告和成分检测数据拿给你看，这样总可以了吧？你现在发给我。”我冷声说。听我这么说，张云新为难地皱了皱眉：“抱歉，我可以拿给你看，但我不能发给你，这涉及到我们团队的研究机密。”是吗？看，又在骗小孩了。说来说去，不就是为了骗我下车吗？我懒得再跟他废话，抬手就想挂电话。见我要挂，新川顿时急了。下一秒，电话里传来他的急声大喊：“安安，那药真的没问题，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现在吃给你看。”话音未落，只见新川一把抢过张云新肩上的包。张云新反应过来，正要阻止他，可已经来不及了。新川从包里翻出了一个白色小药瓶，3两下拧开瓶盖，往手心里倒了一把，直接吞了下去。看到这一幕，我顿时瞪大了眼睛，心脏猛地紧紧揪成了一团。新川，你疯了！你马上给我吐出来！嗨嗨嗨嗨！张云新好不容易从新川手里把药瓶抢了回去。新川干咽了那一把药，被呛得咳个不停。我攥着手机，控制不住自己因为着急而颤抖的声音：“你这个疯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要命了吗？快点把药吐出来！”马上吐出来！我不得不承认，尽管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但我仍然是爱着这个男人的。看到他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我差点就急得开门冲下了车。我怕他死，可是我又怕他没事。因为如果他吃了那些药却真的没事的话，那是不是就说明是我错了？是我真的误会他了？看着车窗外还在艰难干咳的新川，我原以为自己已经无比坚硬的心脏再次被人重重戳了一下，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这次却不是因为害怕和紧张。看见我又哭了，新川顾不上自己的不舒服，一边咳嗽一边在电话里对我说：“安安，嗨，你一定要相信我，陈飞扬他真的很危险，你不能跟他在一起，他会对你不利。嗨，昨天晚上在 KTV 骚扰你的那2个人，可嗨，那2个人就是他安排的。”你说什么？听到这句话，我脑子里又是嗡的一下，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新川说的究竟是真是假，但仔细想想，事情真的太不对劲了。当时我被那2个人骚扰，我第一时间就大声向陈飞扬求助。陈飞扬就在那条巷子里，离我最多不到10米距离。那老街上那么安静，他怎么可能听不到我的喊声？退一步说，就算真像他解释的那样，是因为他坐在车里打电话，所以才没能及时听到我的求救。那挂掉电话之后呢？从我被醉汉拖走，直到新川出现，这中间至少过了10几分钟。这么久的时间，陈飞扬真的就一直都坐在车上打电话吗？想到这些，我心里顿时漏了一拍。我僵硬地转过头，看向旁边的陈飞扬。我知道他已经听到了我手机里的声音，可他却并没有露出太多的反应，只是耸了耸肩，咧嘴一笑。我说：“你们2口子吵归吵，闹归闹，话可不能乱说呀。雇凶伤人这种事可是刑事犯罪，得坐牢的。”我从陈飞扬的脸上看不出半点破绽，他太淡定了，完全一副问心无愧的坦然。可他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是发慌。换了别人，听到新川在电话里一次又一次说他居心叵测、图谋不轨，怎么着也该会着急解释几句吧。但陈飞扬呢？他好像早就知道新川会跟我说什么，或者说他好像早就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我不敢再待在陈飞扬的车上了，我必须下车。无论新川说的是真是假，直觉告诉我，陈飞扬这人绝非善类。新川和张云新还在车外，我心里仍然有着顾虑。
可我看着新川吃了那些药后脸色发白，一直干呕个不停的模样，我咬了咬牙，终于做出了选择。新川，你的车钥匙在哪？我在电话里问，同时余光警惕地提防着陈飞扬。新川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忽然问这个，但还是马上从口袋里拿出车钥匙，在这。好，你现在把钥匙放在地上，然后退后，离车越远越好，我命令他。新川犹豫地皱眉，有些担心。安安，陈飞扬他如果要伤害我，刚才有的是机会。我故意大声说，想让陈飞扬相信我没有怀疑他。听话那头，新川听到这话，眉间的皱褶更深了些。他似乎还想劝我，但这时张云新在旁边对他说了些什么，很快便让他改口答应了我的要求。安安，我都听你的，只要你下车。新川一边在电话里说着，一边放下车钥匙，往后退了几步。我看着他越离越远，终于把心一横，开门下了车。下车后，我没有任何迟疑，一把捡起地上的车钥匙，冲上了新川的车。关上车门的同时，我按下钥匙，把车门锁死。一波操作行云流水，我一个人开着新川的车跑了。一路上，新川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我一个都没接。我顾不得其他，硬着头皮连闯了好几个红灯。我太害怕了，我怕新川追上我，更怕陈飞扬还在跟踪我。我逃到市中心，夜市最繁华热闹的街区。在这样人来人往的地方，无论什么人想伤害我，都不得不顾及一二。停下车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个店把手机换掉了。刚才在开车的时候，我猛然想起了一件事。我喝醉酒被陈飞扬送回家的那天，途中有一段时间我在出租车上睡着了。在我睡着的时候，陈飞扬完全有机会在我的手机上做手脚。我明明记得，我以前从来没有在手机上存过陈飞扬的号码，但第二天醒来后，却看到了来电显示上写着陈飞扬的名字。到底是我自己喝醉断片忘记了，还是陈飞扬动过我的手机？谁也不得而知。保险起见，我不能再把旧手机继续带在身上。买了新手机后，我直接把旧手机回收给了手机店。走出手机店，几乎才刚插上电话卡的同时，新手机就叽里呱啦响了起来。接起电话，七七的大嗓门吓得我差点把新手机摔了。安安，你可算是接电话了。你现在在哪呀？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怎么全是占线呢？我听到七七的声音，我这才想起我本来还和他有约。刚才那些事闹得我直到现在还惊魂未定，早就把约了他这件事忘到了九霄云外。我连忙跟他解释，我刚跟新川吵了一架，闹得有点烦。你在哪？你还在餐厅那边吗？我现在过来找你。都这么晚了，我早就回家了。七七埋怨道，我刚在餐厅等你半天，你消息也不回，电话也不接，急死我了都。后来人家餐厅说要打烊了，我就只好先回来了呗。七七，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也没想到会被新川堵在半路上。哎呀，你人没事就好，说这些干嘛？我这2天不也割了你好几次吗？就当还你了。七七打断我没说完的话。对了，明天我休息，你要不要来我家吃火锅呀？明天吗？我犹豫了一下，我当然想和七七见面，毕竟有太多事情我必须要当面找他问清楚。可是今天发生的种种仍然让我心有余悸。要是单独约在他家的话，万一我脑子里顿时又不受控地冒出了各种恐怖片的情节。我想了想，小心翼翼地问他，七七，明天要不还是出来外面吃吧？在家里煮火锅味儿那么大，还得收拾洗碗，多麻烦。哎，也是哦，那不然还是去吃锅底捞吧。意料之外的，七七马上就被我说服了。于是我们约定了第二天下午5点在火锅店见面。临了都快挂了，我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赶紧叫住他。对了，七七，明天你哥应该不会来吧？啊？他工作那么忙，大概没时间吧。七七说完，忽然像是嗅到了八卦的味道。啧啧，你怎么还特意提起他了？
你该不是你想的那样？还是明天见面再说吧。我连忙抢声截住了他的后半句。挂了电话，我心里终于踏实了几分。至少现在应该可以确定七七并没有出事。他在电话里声音还那么中气十足，怎么听也不像是什么妖魔鬼怪。也是，我自嘲地笑了笑，哪有那么多怪力乱神的事？还是得相信科学。为了保证安全，我咬牙割肉住进了市中心最好的5星级酒店。看着里3层外3层的安保，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才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只是身上的伤口碰了水后阵阵刺痛，还在不停地刺激着我紧绷了一整晚的神经。我把新川的手机号拉进了黑名单，他打不进电话，只能在微信上继续骚扰我。洗个澡的功夫，微信里已经堆了几十条未读信息。我打开微信，无视掉新川，直接点开七七的对话框。5分钟前，七七发来4条新消息。七七，对了，忘了问你，你今天跟新川又是怎么回事啊？七七，你都住院了，他还要跟你吵架，有病吧？七七，不会是因为你要出来找我，所以才吵起来的吧？七七，其实我今天本来可以去医院看你的，都怪那沙比领导。七七把领导一顿臭骂，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他有多暴躁。可提起他的工作，我脑子里马上又冒出了那个告诉我七七出事死了的前台小妹妹。也许是房间里空调开得不够暖，我不自觉打了个冷战。思来想去，我还是放不下这件事。我犹豫了一下，委婉地打字问他，你还在原来那家公司上班吗？七七秒回，早跳槽了。原来那边的同事也是沙比，我离职那天差点没跟他干起来。难怪我今天本来还去了你公司，结果没找到你，我还是憋住了没提前台小妹妹的事。可七七像是知道我要说什么，下一条直接发来，那沙比前台该不会又跟你说我死了吧？看到这句，我愣了下，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而这个话题仿佛碰到了七七的话匣子开关。接下来他一连扔来5、6个几十秒的语音条，我跟你说，那沙比前台真的欠销。我当初就差点跟他干起来，他是设计2组那个睿智男的表妹。那睿智男想抢我客户，你知道吧？简直就是奇葩。我跳槽以后，每次有人去前台找我，那沙比女的都跟别人说我死了。你说这人缺不缺德？我都快气死了。我耐心听完那一串语音条，感觉七七嗓子都快冒烟儿了。从他说的这些话里，我大概听懂了事情的原委。前台小妹妹是他竞争对手的亲戚，之所以会说他死了，只是因为当初和他闹了矛盾，故意逞口舌之快。这么一想，白天那老同学林哥是不是也是因为听信了谣言的缘故，所以才会说七七出了事？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新川为什么要着急把他支出去？不对，虽然七七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但这事情肯定还有什么蹊跷。我又认真回忆了一下，仔细想想，那前台小妹妹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好像也不是赌气报复的态度。而且我当时头晕差点没站稳，她还好心扶了我一把。如果真是跟七七有仇的人，知道我是七七的朋友后，应该不会对我这么客气吧？大概是因为洗了个澡，我感觉自己脑子清楚了不少。回想着这些天发生的种种，我没再回复七七，而是点开了新川的对话框。从我开车离开后，新川就一直给我发消息。我大略翻了翻，其中一半内容是求我接他电话，另一半是关心我去了哪里，还让我一定别轻信陈飞扬。在我看消息的同时，他又发来一条新的：安安，我们好好谈谈好吗？我皱了皱眉，终于还是给他回了电话。你想跟我谈什么？电话接通，我开口直截了当地问他。新川语气欣喜：安安，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我只是想听听你所谓的解释。你先告诉我，陈飞扬今天晚上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你为什么会去东宁墓园？安安，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你身上的伤还没好，你不应该
新川，现在是我给你机会解释，我不想听你说教。我已经受够了新川对我总是那副哄小孩的口吻。从前，我是很享受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但那前提是他忠诚于我们的感情和婚姻。一个已经出轨的丈夫，还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我很不耐烦。你要是没什么想解释的，那我挂了。别，安安，你别挂电话。听我要挂，新川顿时急了，他连忙向我道歉：“对不起，我又惹你不高兴了。别说这些没用的。好，好，那你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解释给你听。”新川虽然态度诚恳，但这话听着却怎么听都不对劲。他这是摆明了不想主动坦白，非要让我一点一点挤牙膏，以便试探我到底发现了他多少秘密。真是好一招，以退为进。我懒得跟他拉扯，开门见山：“你藏在杂物间里的那些信是写给谁的？”不出意料，面对我的问题，新川再一次选择了沉默。我冷笑一声：“新川，你觉得你这样有意思吗？说要跟我谈谈的人是你，现在憋着不吱声的人也是你。既然你根本就没打算跟我解释，那有必要发那么多消息给我吗？我只是担心你。”新川在电话里沉沉叹了口气：“安安，我那些信不是写给别人的，你相信我，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背叛过你。我不知道陈飞扬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但你千万不能轻信他的话。你先告诉我你在哪里，好吗？我现在去接你回家，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会跟你解释清楚。你真当我是个傻子吗？有什么话在电话里不能说，非得要见了面才能说？解释这2个字我都快听烂了，还没从新川口中听到半句有用的话。我要是现在真的点头回去，在家等待着我的还不知道是什么毒药白绫。傻子才自投罗网。新川，你别白费功夫了，在我查清真相之前，我绝对不会回去。我毫不犹豫地向新川表明了态度。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好掩饰的了。听我这么说，新川沉默了一会儿，改口问我：“你现在安全吗？没跟陈飞扬在一起吧？”“没有。”我没好气地回答：“我很安全，用不着你操心。”“那就好，你一定要……”新川话还没说完，那头忽然有动静打断了他。只听电话里一个清朗的女声：“6号床的病人，请到诊疗室做检查。”护士小姐的声音清晰地透过手机落到我耳朵里。我这才意识到，新川现在应该是在医院。我差点忘了，刚才他拦车的时候一时冲动吃了一大把药，不管那药到底有没有危险成分，一次吃那么多下去，就算是金嗓子喉片，也难保不会出事，肯定得到医院洗胃才行。我心里顿时有些担心起他来，可转念一想，这都什么时候了，我怎么还在担心这个渣男？可转念又一想，新川一次吃了那么多药，居然还能这么若无其事地跟我打电话，都没送去急救什么的，难道说那药真的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吗？不对，虽然当时我确实看到了他吃药，可谁知道他吃的和他往我水里放的到底是不是同一种药？万一那只是他的障眼法，为了骗我放松警惕呢？这回我绝对不能再那么大意了。我把心一横，冷声对新川说：“还有事吗？”“没事，挂了。”“安安，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新川语气沉重：“给我一点时间，相信我，我会把事情全都向你解释清楚。”这话你自己听着不烦吗？说完这句，我没再给新川出声的机会，直接挂了电话。手机屏幕按了下去，房间里又恢复了鸦雀无声的寂静。看着窗外寂寥的夜空，我心里一时又觉得有些空落落的。我脑海中不停回想着新川的话，闭上眼睛，我甚至能看到他说那些话的时候会是什么眼神和表情。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连说谎都能说得那么含情脉脉，让人难以提防。这天夜里，我又做噩梦了，还是那条黑漆漆的胡同，还是那2个面目憎恶的醉汉。不同的是，这次我梦到了七七。七七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我被那2个醉汉欺辱的时候，他勇敢地挡在了我面前保护我。尽管他身材比我还要瘦一圈，个子也不及我高，但
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却比任何电影里的英雄都要高大伟岸。当那个醉汉用匕首用力捅进我的肚子时，七七突然出现在他身后，抡起一块砖头砸破了他的头。趁着醉汉吃痛捂着头大叫的时候，七七俯身向我伸出手，想要带我逃走。可是我却根本动不了。我想要伸手握住他的手，但我的四肢仿佛都被禁锢住了，完全动弹不得。见我没法离开，七七只能继续留下来保护我。他毫不犹豫地朝着靠近我的醉汉再次冲了上去，一副不要命的架势和他们厮打在一起。我捂着被捅了一个血窟窿的肚子，痛苦地躺在地上挣扎。我多么想自己可以站起来帮他一把，可是我真的太痛了，仿佛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都快要断掉了一样，根本爬不起来。我只能趴在血泊里，眼睁睁地看着七七渐渐在两个醉汉手里落了下风。可即便他已经自身难保，却还是不停地回头冲着我大喊：“安安，你快跑，快离开这里，快！”七七那大嗓门在这种时候越发显得清朗锐利，化成一柄锋利的刀，劈碎了我的梦。下一秒，我又是一身冷汗地从噩梦中惊醒。我大喊着七七的名字，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怔了半晌，我才缓过神来，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那条胡同里，而是安全地躺在酒店的软床上。我艰难地活动了一下僵硬麻木的手指，一摸才发现，明明是萧瑟的冬天，床褥却被我的汗浸透了。回想刚才，这个梦实在是太过真实了。我甚至现在还能记起梦里七七那绝望的眼神。不知为何，我心脏一阵刺痛。可是明明那天我根本就连七七的面都没见上，我为什么会突然做这样的噩梦？我心里有些不安，总觉得这是某种不祥的预感。我努力让自己从噩梦的骚扰中挣脱出来，拖着发软的两条腿进浴室冲了个澡，这才好不容易清醒了一些。想了想，我还是给七七发了条消息：“醒了没？今晚计划没变吧？”七七还是秒回：“放心，今天我必不会割。”看到七七发来的猫咪表情包，我才终于松了口气。我安慰自己，别想太多，肯定是因为那天被吓坏了，心里留下了不小的阴影，所以才会接连做这样的噩梦。只不过是个噩梦而已。直到和七七约定的时间之前，我一直都待在酒店里，一步也没出去。我抱着手机，在网上查了一堆资料，关于张云新的，准确地说，是关于张云新工作的那间研究所，还有他们正在研发的药物项目。我很早就听大学室友说过，张云新出国后不久就进入了国外一家医药有关的上市集团工作，但具体的情况我从来没有打听过。昨天晚上，张云新和辛川一起拦下了陈飞扬的车，口口声声说要给我看什么报告，这才让我对他的事情生出了好奇心。显然，张云新昨晚那么做，多半只是为了陪辛川演一出戏。就算当时他真的把他那所谓的资料发给了我，我也不会相信他说的半个字。他们要是真想骗我，在资料上做点手脚，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我想他们就算是本事再大，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整个互联网上的资料全都篡改了吧。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张云新3个字，很快就跳出来一大堆和他相关的搜索结果。不得不说，这些年张云新在事业上可谓是混得风生水起。网上有许多关于他的采访和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夸赞。我随手翻了几篇，就看到了一条前不久才刚发出的新闻，是辛川的公司对外宣布和张云新负责的团队达成合作的喜讯。原来辛川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没有骗我，他和张云新还真有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我仔细算了算那条新闻发出的时间，正好是我发现辛川和张云新有联系的那几天，倒也和辛川之前说过的话对得上号。我又搜了搜张云新的团队研发的那款药物，在一篇公众号的推文里，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白色小药瓶。可惜，因为这药还没确定可以正式投入使用，推文里对药物本身的具体介绍也并不多。
全篇大部分都是在介绍这个团队和背后的集团，一大堆专业、资深、顶尖之类的好话。我耐心看完推文，对张云新他们这个团队也有了一些大概的了解。这是一个专门从事心理治疗方向的研究的专业团队，目前正在研究的项目，除了那种药之外，还有一种功能类似于催眠的治疗仪器，由于还在研究初期，相关的资料更是寥寥无几。按照官方公开的说法，这种药的确是有镇静舒缓、治疗失眠的功效，并且所有推文里都提到的一点就是，这种药是目前已知对人体副作用最小的中枢神经调节性药物。总之，我查到的所有的资料，几乎都能和新川之前说的话一一对上。可越是这样，我心里却越是觉得不舒坦。我分明就亲眼看到了新川和张云新一起去酒店，就算他们真的是工作关系，就算新川给我吃的那药根本就没问题，那又怎么样？他出轨了，这就是不争的事实。我已然在心里给新川判定了不可豁免的死罪。本案定验。临近晚饭时间，我准备收拾收拾出门。因为昨天直接从医院跑出来，身上除了病号服，就只有陈飞扬赞助的一件大衣。我总不能就穿这个去和七七吃饭，于是我只好叫了个跑腿小哥，帮我去商场里随便买一套衣服。我坐在沙发上，一边想着张云新和内药的事，一边等着跑腿小哥送东西来。化妆品没带，这种时候也早没那心情化妆了。大约下单后20分钟，有人敲响了我房间的门。我看了看时间，心想这小哥来得还挺快。我起身开门，门口一个戴着帽子的跑腿小哥给我递来一个大盒子。我瞧着那盒子，心里觉得有些奇怪。我不过是买了套衣服，至于用这么大的盒子装吗？我一边接过盒子，一边问他，这包装也太夸张了，买了多少钱呢？用不用补差？我话还在嘴边没说话，面前那跑腿小哥居然转身就走了，直接把我晾在了原地。我见状一愣，这什么情况？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吗？怎么对我态度那么差？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盒子，心里莫名又是一阵不安。我抱着盒子转身回屋，谨慎起见，我还晃了晃那盒子，学着电影里一样把耳朵贴上去听了半天，生怕里面会是个炸弹什么的。不过显然是我想多了，就算真有人要害我，也不至于要用炸弹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像我这么平平无奇一女的，这条命怕是还没有一枚炸弹值钱。听着盒子里没有什么奇怪的动静，我这才放心把它拆开。可当我打开盒子的那一瞬间，我宁愿里面放的是个炸弹。精彩故事下期更精彩，感谢收看。